盆面土干了，要不要给花浇水？干到什么程度浇水？是见干见湿还是干透浇透？你们永远在追求一个标准答案。听我给你讲一下浇水的逻辑。你给花浇水，花盆里边这个土，其实和这个毛巾是一样的。在花盆里，多余的水分它会排走，水排走了以后，毛巾吸饱水分，植物从土里边吸收到的水，就是咱们拧毛巾锁不住的这些水分。你使劲拧，往死拧，咔咔拧，这个毛巾你永远都拧不干啊！就你大力士拧完以后，你摸这个毛巾，它也是潮的乎的。这个就是花盆里边土这个道理啊！你土潮的乎的，本身土它就像毛巾一样锁住了很多水分，根系吸收不到，所以说植物会出现一个底部黄叶啊、底部掉叶啊等等的一些缺水的症状。你摸的这个土它是潮的乎的，很多人就不敢浇水了。也有人说花盆底下还很湿呢。举个例子，如果说咱们浇完水以后，花盆底部的这个水分是100%，那么咱们经过3天5天以后，盆面蒸发水量，底部的根系吸收，底部的这个土壤含水量急剧的下降，变成40%啊、50%啊，底部的这个大面积的一个根系，它面临着什么？面临着吸水困难的一个前提。那咱们通过土壤去判断浇水，其实是为了提前给植物补充水分，而不是说这个植物缺水了，咱们再去补。所以说咱们室内养花在浅埋浅种的这个前提下，你摸的盆面土微潮，那这个时候就很有可能根系不能从土里边抢到水分喝。那么这时候就需要你去查一下这个植物到底是耐旱的，还是特别吸水的，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吸水的。心里对花有个大概的这个需水程度认知。特别吸水的，摸的盆面就像咱们毛巾拧干了那个湿度，咱们就可以给它浇水。相对吸水的，盆面摸的这个潮湿程度，就像衣服在洗衣机里甩干这个程度，咱们就可以给它浇水。耐旱的一些植物，摸的盆面完全干了，咱们就适当的可以给它浇水。盆面别埋太深，花盆底部有效避免积水，这样就放心大胆去浇。别忘了点赞关注啊！